我现在都不理解他到底要怎么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触碰我的底线。我为他好，他又不理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做什么他都不允许。明明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他怎么就不能支持我呢？我没有不支持他，我只是想他保护好自己。而且他跟其他男人那样，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他常常当着别人的面就凶我，他这样是为我考虑吗？我觉得他真的太不给我空间，他太小气了。原本是因为同行才相爱，怎么爱着爱着，同行却变成了障碍呢？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六25岁，来自湖南，婚礼策划；女嘉宾小娟25岁，同样来自湖南，是一名婚礼司仪。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是在婚礼上认识的是吧？对，你当时在司仪。对，我在做演唱嘉宾。你呢？我是做策划这一块。哦，你们不是一个公司的。怎么就看上他了？觉得歌好，觉得各方面都不错的。然后他在舞台上面演唱，挺吸引我的。后来他演出完之后就来到后台，当时我也在那边卸台，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借口说咱们是同行，留了一个联系方式。不都说同行是冤家吗？没有，因为我们同行就是工作时间都差不多，所以就觉得挺合拍的。合拍了多久啊？1年半吧。现在不合拍了？这一路走来，我觉得很多事情可能，我就觉得他太小气了，整个人让我很压抑。之前你要什么我给你买什么。我不是说物质上面的小气，就是你心胸太狭窄了，我做什么你都阻止我，你都觉得我不对，我觉得没有自己的空间。其实刚开始我们挺好的，就是后来他认识一个叫敏哥的这个人，就所有的事情都变了。然后敏哥什么人？他是一个，就是也属于我们是一个同行。他认识这个人之后，他就所有的事情都变了。就是敏哥对他特别照顾，然后一有活动就叫他，他就很着急的赶过去。才认识几天，就搁前搁后的这样子。就你平时你跟别人聊天，不是比你大一点的叫哥吗？每一次喝酒，他都主动坐到他那边去，然后还给他买胃药。就是好朋友属于那种，所以就挺关心他的。这是好朋友，但是行业内的人就不会这么说。平时业务上他对我挺照顾，所以我就多照顾他，这也是很应该的，对不对？而且作为一个老板的话，就是等于算是我的上司，所以我觉得对他好一点也是应该的。以后有活动也会叫我。你指的这个上司是说你在他的公司里还是？就是经常有活动叫我们不属于在谁的。他有活动叫你，你看他给你介绍的那些活，我一开始不让你去，但是你还是去了。那酒吧你喝断片了，你还记得吗？酒吧那个活是，如果不是你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你在哪里，是敏哥的朋友，他介绍我去，因为我白天有工作，所以晚上我没事的话，我觉得可以去酒吧唱唱歌，我就觉得挺好的。你知道那天晚上我多担心你吗？因为是你是我的女朋友，你在酒吧里面上班，那老板形形色色的男孩子那么多，你觉得我会放心吗？后面你不让我去，不是没去了吗？我就待在家里面啊。那也不是我逼着你不去的，我也不是依着你了吗？他特别的不守诚信。去年圣诞节的时候约好了去唱通宵，然后他到了。就是又接到一个电话，他说敏哥这边有事我先走了他也没有告诉我什么事情。然后那天晚上我打他电话一直都是处于关机状态。那天圣诞节，敏哥他那边场子那边缺个主持人，我特别担心他，然后他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去了，着急，因为平时别人挺照顾你的，对不对？别人有事儿你应该也要去帮助别人。对，你帮助有这么帮的吗？我也是做这一块的，我请别人为什么没有主持一晚上呢？而且那天晚上我等你的时候大概是5、6点钟，你从他车上下来，我会怎么想？我作为你男朋友我会怎么想？那天圣诞节玩的比较晚，作为主持人你是不是所有的节目从头到尾都要最后面？你要最后面才走，可能你还会要帮着收拾一下后面的会场，所以就晚了，就5、6点钟就回来了。而且敏哥呢，他也觉得就是我挺帮他的吧，其实也把我当好朋友、好哥们、好妹妹一样的把我送回来了。哥们儿，你干嘛不去那儿呢？反正圣诞节你也玩，女朋友在上面主持，你在下面。我那天也在忙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挣的钱，我给他买东西他都不要。给谁买？我用的不舒服。他就觉得我跟敏哥怎么？其实我们真的没什么。你干嘛这么在乎这个人呢？因为他老是带着我的女朋友在外面干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你不都知道吗？他在那儿唱酒吧什么的。对，他就是不舒服呀，他心里就过不去啊。我觉得挺正常的呀。你一个女孩子，你在外面当然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各方面的东西。你还记得吗？就是这个婚礼秀的事情。什么婚礼秀啊？就是婚礼公司，他就是办一个这样子的结婚的，整个过程流程。各种中式西式的走一遍。你是去干嘛？去演新娘。后来我的朋友告诉我，他在婚礼上面特别享受那种幸福的笑容展示给大家看，全场来宾祝福他们。
啊，中式西式的婚礼全部演过一次。是那个敏哥吗？是那个敏哥叫的他，还在婚礼上面戴戒指亲吻呢。有吗？有。对，还咬苹果。这个就是一个表演，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表演形式。你觉得是一个表演，但是对于我来说不是。我觉得我那次婚礼秀纯属一个学习，然后也算是一个帮忙。我也比较喜欢这种新鲜的东西去学习。你这样一直触碰我的底线，你觉得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因为我觉得我从来都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我觉得我行得正坐得端，所以我觉得做这些事情完全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喜欢这些新鲜的东西。但是为什么他每一次打电话给你就很着急的走了？我没有很着急啊，我只是说特别的，就是稍微积极了一点，你要表现出积极嘛。从他出现一直到现在，我对这份感情我已经没有期待，没有安全感，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进行下去。兄弟，我问你一句，敏哥，你跟他熟吗？我跟他有过几次合作，人怎么样？人我也没有深交过。那你有没有跟他谈过你这感受啊？因为考虑到他的面子的原因，我一直没有去找他谈过这个事情。沟通啊，谈一谈啊。谈不拢，他就是这样。谈不拢哈。我已经跟他解释得很清楚了。如果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跟敏哥见一面的话，你会跟他说什么呀？我想问他，为什么一直这样带着我女朋友到处跑？这样他说什么你信吗？那我得看他怎么说。有请敏哥，有请敏哥，来，有请啊！这是敏哥啊。主持人好。好。其实我刚刚一直在后面看。那么今天我上午特地赶过来，也是小娟打了我一个电话啊，然后我也想当着你的面跟你们澄清几件事情啊。我一直把她当我的好妹妹一样。第一个，首先她人非常的勤快，然后也非常的讲诚信，从来没有掉过单，从来没有放过鸽子。对，她跟你讲诚信，她跟我誓约。你先听我说完好吗，兄弟？你刚刚说的去年圣诞节是吧？他确实是在我那里给我救场，我当时接了一个圣诞的 party， 然后主持人临时调单了，然后我打了个电话叫他过来救场，而且那天是整晚的活动，然后第二天早上我看他非常的疲劳，那天晚上主持非常卖力，然后我早上是把他送回去了，刚好你也在那里看到了是吧？我现在这个心情我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当时的那个我可以很拍着胸脯告诉你，我结婚了的人，我也有老婆有孩子了，所以说你放心，根本都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那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找他工作呢？我作为一个生意人，说实话，我叫他做一场，他现场给我能把执行督导的活都干了，我可以给他适当加点工资，这也没问题啊。我可以少请2个人的话，我何必不请他呢？而且我们都是一个地方出来的，我们都是湖南永州出来的。你夫人知道这个情况吗？我夫人不知道。你知道她的男朋友这么介意吗？就她跟你说过吗？你们俩关系？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把这个事情把他扯进去，因为我们本来就很正当的关系。反正这事儿现在已经扯了，都这样了，以后你还用他吗？看他吧。如果说我今天当着你的面，你觉得小娟到我公司这边来不行来做单的话，你可以找我啊。行吧，希望我们反正就是我把她当我的妹妹一样，我也把你做我的兄弟一样。希望我们以后一起合作，有什么东西一起在一起沟通，一起上进吧，好吧？如果有合作的机会的话，没问题。如果我不是考虑到她的面子，我早就去找你了。这根本就没什么，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心里有问题，你自己心里扭曲，你知道吗？你让我做什么你都觉得不好。你这样做，你能让我不误会吗？跟你解释的很清楚。我问一句啊，你用他是因为你觉得他比较能干，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给你省钱的，对吧？对，理解了。我觉得明哥非常感谢你这一路来对我的照顾，然后我在你那边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件事情把你扯到这边来，真的很不好意思。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你还感谢他呢，你怎么不感谢我呢？我一直这么照顾你，你怎么担心你？能不能不说话？你这么丢人啊！我哪丢人了？我只是把事情说清楚而已。小月，听我说一句，确实是个非常不错的小女孩，你好好珍惜她。我们一个地方的，好吧？衷心的祝你们幸福，也希望你们能够在一起，不要这样子天天吵。谢谢您能来哈，请回啊！谢谢明哥。姑娘，考虑过男朋友的感受吗？因为我觉得我一直以来性格可能比较大大咧咧，我觉得我做什么事情我心里面过得去，我并没有对不起他，而且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只要我觉得不触碰底线，不越轨，我觉得就行了。而且我也跟他说过，他就是这样，
很不能理解我，所以我觉得很压抑。你看现在我们还没结婚吧，以后要是结了婚生了孩子的话，还是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没有办法过，就更难了。那如果这么压抑，为什么不考虑离开他呢？我觉得我们一路走来，我挺喜欢他的，他对我很好。你还是舍不得他？是的。明白了。这可怎么办呢？老师们，工作和生活全搅在了一起，这对年轻人该怎么办？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爱情呢，都是自私的。你男朋友的种种作为啊、反应都是正常的，否则如果他真的对你不闻不问的话，那其实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当时我老婆也是做模特，然后我们也因为她做活动我们认识。后来呢，我们在一起之后，我也不太希望她继续做模特，没有安全感，不想让你在那些很复杂的环境里面出现。所以我老婆选择的是，调整自己，因为她知道哪件事儿对于她来说是最重要。所以呢，她选择了不去做模特，上班。但是啊，这上班又有人出现了，她的公司的一个别的部门的领导，级别比她要高，学历比我高，挣的当时也比我多，对她还萌生了那个喜欢之意。我老婆这些事儿也都跟我说了，然后呢，我表示出很大，虽然我心里很纠结，但是我会把选择的权利、态度交给你。你怎么处理？你觉得谁好？我觉得他那不错呀，挣的也多，是吧？然后而且他有那个先天的优势是他们工作在一起啊。但是呢，我老婆也是选择了我，因为其实这件事情的关键不在于周围出现什么样的人，而在于你本人。第一，你是否足够看重这份感情，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是要把你的职业、兴趣和爱情做一个短时间内的一个选择。第二，在于你在意不在意对方的感受。虽然你说我有底线，我知道什么事情肯定是不能做，我自己也很有原则，但是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是你的底线的问题，而是他的底线的问题。如果他的底线在于你就不能跟那个敏哥过多的接触的话，你就应该尊重他的底线。再怎么好的朋友也要注意方式方法。男朋友相对来说呢是一个比较心眼小的，而且可能方式方法上是不够的。当你认为情敌出现的时候，那会儿相反你要做的是更大气的表现，因为你这种种很小气的表现其实是在示弱。假如这位敏哥对他真是有意思的话，那他太可以容易的轻易的把你打败。你只是抱怨，你只是在管他，你只说你不能那么做，不能这么做，但是你具体你做了什么？你做的足够对他的理解了吗？像男人一样那么大气包容了吗？你做到对他足够的照顾了吗？一夜未归你就在家等着吗？你为什么不去关照他？为什么不在他很忙碌的时候去帮助他？因为你还是同行呢。你为什么不能给敏哥或者其他各种哥看到你跟他是在一起的，你在帮他做工作的，而且在你认为那个最复杂的环境里，你始终在他身边。这样你要做了的话，任何人也不可能见缝插针了，因为没缝儿。谢谢老师。首先，我个人觉得你的危机意识太强了。危机意识强是源自于你的自卑心理，而且我觉得你刚才的那种举动，尤其对于敏哥那个出现，其实给你加了很多的负分。男人呢，我是觉得面对女人的时候，你不能一味的要求她为你去牺牲，你更多的是在意自己。你有没有想过我？你有没有在意我的底线？就是你不断的这样针对你女朋友的时候，你记住，你们两个人现在的生活的步伐是不一样了。他现在的收入，也许他以后的工作的环境要比你强，你的这种反应其实你已经敏感地感受到了，所以你害怕。当你害怕的时候，你又觉得你男人的地位和对这个感情的掌控很危险的时候，于是你做出了现在这种举动，你不断地要求他减少外围的来往，你不断地要求他回到你的身边。其实是什么？你缺乏安全感。但是你缺乏安全感的方式不能够以控制和限制他的生活事业的发展作为一个前提，否则你就很自私。我觉得你应该很友善的对待他，同时你应该对他保持一个释然和关心，或者是有一个重新开放的心情面对你们之间的感情，这个样子我觉得你才会很有未来。
好，谢谢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涂老师，男人呢总是不懂装懂，女人总是懂装不懂。还有些男人呢是不行装行，但有些女人却不懂行要装不行。你刚才跟那个敏哥说，你以后可以找我呀。敏哥非常尴尬地笑了一下。你要真行的话，他就找你了。为什么找他呢？你不觉得你问得很孩子气吗？作为一个老板，肯定是找能干的人，能够体现价值的人。你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说，那你以后别找他，你找我。人家为什么要找你？不找你恰有不找你的道理，因为你不如你老婆行。你们俩现在谁的工资高？他的，也就是他行喽。你不如他行喽，那就不行就不行嘛。又没说男人一定要比女人行，但不要不行装行。我倒挺喜欢你的真实，但这种真实在家里面表露出来就可以了。但是在外面，尤其是今天敏哥来，你应该说，敏哥，我非常谢谢你这么照顾我女朋友。因为事实上别人确实没有对他有非分之想，而且提供了给他很好的平台，难道你不应该感谢他吗？换句话来说，你做得到这样吗？你不一定做得到。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是一个结了婚的人，为了解释别人之间的所谓爱恨情仇，来帮别人的忙解释这种暧昧的问题，你不一定敢出来。所以以后不要不行装行，不行就不行，他行有他行的地方，你有你行的地方。你呢就太不懂装不行。女生偶尔要示示弱嘛。而且始终我认为，虽然你没有任何问题，但我在某种方面还是觉得你在矜持方面做的有点不太好。如果我们把问题假想一下，就他什么也不管你5、6点钟回来，从老板的车上下来，回到家他在家里昏昏欲睡，他充分的给你自由，给你爱的自由，你认为那种自由你还享受吗？所以说你应该爱惜他对你的嫉妒，尤其是刚才他在跟敏哥争执的时候，你除了感谢敏哥之外，你不应该说话。但是你刚才说了一句话，这个让我感觉，如果我是男人，我也会没面子。你刚才说了一句，行了，别丢人了。我告诉你，你们两个在一起，不管是谁丢人，丢的都是2个人，都不可能是丢1个人的脸。所以说要丢人到家里丢人，没人知道。在外面还是彼此给点面子，于己方便，于人方便，就这样。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生活当中其实是要做选择的，想清楚啊，姑娘你也想清楚，人不可能什么都占，明白吗？啊，好了，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亿。其实这么久以来，我还是想跟他好好在一起。我希望他回来不需要去那么努力的去工作。如果说我们一起的话，我相信可以一定很努力的组建我们自己幸福的家庭。我也非常感谢你这么久以来对我很照顾，很关心，我也觉得特别的幸福。发生了这件事情，可能我自己觉得没什么错，没有太去照顾到你的感觉。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们以后都能够为对方多想一点点，还能够好好的走下去吧。唉，谢谢2位，请回吧。好好想一想啊。有人呢想做一笼子养一只金丝雀，选材呢却是一只雏鹰，就出问题了。来，请关门。所以想用关金丝雀的笼子来关一只雏鹰的时候，我们可想而知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看好他们吗？看好选赞成，不看好请选反对。来，请选择。哇，62.96%的观众朋友是看好的，37.04%的观众是不看好。我们听听大家怎么看啊？您是看好的？是。理由呢？他们相互喜欢呀，所以就应该在一起。你看到了他们彼此的喜欢是吧？因为在这儿能看到那个男生
深情的眼神。哦，哎，你男朋友要是这么对你，你是特高兴对吧？应该会很高兴。你看他会很高兴，不一样嘛。啊，来，姑娘。我不看好他们，因为我觉得两个人谈恋爱，这个女的是在事业方面比这个男的强一点儿，但是我觉得两个人谈恋爱，男人肯定还是会介意女朋友比自己厉害一点，挣得多，男人就没面子。我跟你说，这都是小男人想的，不信你问这些老男人啊，有一个算一个，有一个算一个。我们都希望我们那一半比我们强好多，我们都不干活才好呢，是不是？阿梦老师，这是我一生的梦想。你看，都是这样，只是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啊。我觉得这个男的改变不了对这个女的这种限制吧，还是不看好他。好，他不看好在这儿，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请开门。我只想拥有这一辈子去爱你。怎么了？没什么。我刚刚考虑了很久，就是在一起那么久了，我希望好好的下去啊！我也希望我自己可以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努力。对，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来，下面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一对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谢谢你，亲爱的。对不起，之前老是误解你了。谢谢大家，谢谢老师。呵呵，男生应该感谢一下敏哥嘛。敏哥不还在下面吗？感谢敏哥，对不起，对不起，之前误会你了啊！站到这儿来，送你们礼物，复合的情侣可以抽取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幸福油的大奖，你们自己喊开始，自己喊停，好吗？他来决定吧。来，开始，停。恭喜你们啊！请回两位，谢谢。谢谢，拜拜。